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上一期呢，我们讲了朱硕，讲了三箭资本，一个管理过几十亿美元的交易员，在短短的几周里边被市场给彻底打爆了。那期视频发出去以后呢，评论区里边最热闹的不是朱硕，而是 Michael Saylor。很多人都在问 Strategy 会不会是下一个三箭资本， Saylor 会不会是下一个朱硕？如果比特币继续下跌，那么 Strategy 会不会被迫卖币？如果它真的开始卖币，那么市场能不能够接得住？我本来在准备这一期节目，打算围绕着这两个话题来讲，但是6月的最后一天，6月30号 Strategy 突然发布了自己最新的战略。看完他的新的战略方向以后，我觉得题目要改一改了，因为现在真正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 Saylor 会不会卖币，而是 Saylor 已经亲口告诉你了，卖币本来就是新的商业模式的一部分。这个事情呢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 Strategy 的故事从2026年6月30号开始就已经彻底改变了。以前大家心里的 Saylor 是比特币就是信仰，永远买，只买不卖，越跌越买，把比特币当成公司最核心的储备资产。他最出名的那句话就是 Hold， 永远不要卖掉你自己的比特币。所以当 Strategy 卖出那32枚比特币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完蛋了， Saylor 要撑不住了。但 Saylor 后来在采访里边怎么解释的呢？他说永远不要卖掉你的比特币的这句话是给普通散户的建议，而不是给一家比特币金融公司的建议。I think that I got very, very famous for saying you do not sell your Bitcoin to the plebs. And on X, the Twitter trolls thought it's pretty easy to say the guy that got the most famous guy in the world for saying don't sell your Bitcoin just sold some Bitcoin. Now, they don't really put together the fact that that's advice to individual retail investors. 你们散户继续 hold， 继续持有，但我们呢，机构可以卖。同时要注意它的一个用词，这个用词非常关键，比特币金融公司。它不再说 Strategy 是一家上市版的囤币公司，而是在说 Strategy 是一家比特币的金融公司。更直接一点，他说我们公司像一个比特币的储备银行。这句话才是这次采访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不能再用以往的比特币的信仰者的逻辑去理解 Strategy 了。它正在变成一套复杂的多的金融机器，用比特币作为抵押发行信用产品，收回来真金白银，然后把这些真金白银作为利息发放给信用的投资者，账上要永远留着美元储备，必要的时候可以卖掉比特币，让整套机器持续运转下去。所以今天这期的话题已经不是 Strategy 会不会爆雷，会不会死掉，而是 Strategy 到底变成了什么，以及当一家比特币财务公司开始变成了一家比特币银行的时候，它真正的风险在哪里？先把话放在这儿，这个风险呢不在比特币会不会下跌上面，它藏在银行这两个字里边。而要看懂这家银行呢，我们得先看懂 Strategy 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被逼成一家银行的。我们从头说起。要理解 Saylor 今天的每一个决定，都绕不开2000年的那一次。2000年互联网泡沫，35岁的 Saylor 身家一度达到了70亿美元，号称要干掉微软。可是一天之内财报出了问题，股价下跌了 62%， 蒸发了60个亿。你可以想想看，这个时候的 Saylor 最像谁？没错，像极了三箭资本的朱硕。只不过呢，他没有像朱硕一样玩消失，他只是默默的守着那家没有人搭理的公司，整整趴了18年。他在等待一个机会，在等待的同时呢，他也慢慢的意识到，他账上的钱正在被通货膨胀一天一天的给吃掉。2020年 COVID 疫情，美联储开始疯狂的放水， Saylor 算了一笔账，他手里的现金每年要贬值 15%， 这个等于在他的手里边正在抱着一块正在融化的冰块。
你抱得越紧，它融化的就越快，所以它必须得找一个出口来保护自己的资产。最终呢 ，Saylor 锁定了比特币。为什么呢？一条线是比特币封顶2100万枚，另外一条线呢，美元的供应可以无穷无尽。对于 Saylor 来讲，这个不是一笔普通的投资，这是在他给自己的资产要找到最佳的保护方案。接下来呢，他亲自把 Strategy 改造成了今天的比特币财富公司，一个高速增长的左脚踩右脚的飞轮。市场相信他 Strategy 的股票就有溢价。这里的溢价是什么意思呢？假设一股背后的比特币只值1块钱，但市场呢愿意花1.3块来买 Strategy 的股票，那多出来的这3毛钱买的就不是比特币本身，而是4个字儿：相信 Saylor。然后 Saylor 用这1.3块的股票去换1块钱的比特币，这个听起来它很绕，但结果非常简单，每股背后的比特币变多了，老股东没有被稀释，反而占到了便宜。这个呢，就是 Strategy 最核心的飞轮。市场越相信它，股票越贵，股票越贵越容易融资，越容易融资，它买的比特币就会越多，比特币越多，故事就会越强，故事越强，市场又会更加相信它。2021年，这台机器赚疯了。到了2021年的年底，他手里已经有了12万多枚的比特币，股价1年翻了将近10倍。Michael Saylor 被巴伦周刊放在了封面上，他被别人称作比特币先知，比特币的布道者。但到了2022年呢，这台机器差点熄火了。当比特币跌破2万1的时候， Strategy 的一个条款被触发了，跌破这条线 Strategy 就得追加抵押，补不上你就得被迫卖币。这跟三箭资本朱错那次的暴雷非常相像，价格一跌，债主伸手，补不上就要被清算。上期呢，我们讲过朱硕最后被这个机制拖进了死亡的螺旋里边，但 Saylor 的那次呢扛住了，他没有逃跑，而是硬扛。他选择补抵押填窟窿，然后还逆着所有的人继续加仓。更加关键的是，事后呢，他吸取了教训，他把那种会触发强制平仓的结构，尽量换成了更长期、更不容易被短期价格波动勒死的融资方式。也就是说，2022年以后，他至少解决了一个问题 ：Strategy 不会像三箭资本那样，因为比特币短期的暴跌就被债主给他摁着头强制卖币。所以，如果你现在问我 Strategy 会不会是三箭资本的那种快速的死法，我的答案非常明确，不会。它至少不是那种3天被强平、几周之内归零的一个死法。但你需要注意，到这个时候为止 ，Strategy 还不是今天刚刚宣布的这种比特币银行，它更像一只带着信仰的比特币基金。它的价值不只取决于它的手里有多少比特币，更取决于市场愿不愿意相信 Saylor 这个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价格就是溢价，溢价不是他账上的现金，也不是他钱包里的比特币，它有点像风口里边的风。牛市里边呢，这阵风把 Strategy 的飞轮吹得越来越快，融资更加容易，买币也更加容易，故事越来越好听。但如果这阵风停了呢？如果市场不再愿意多花钱来买 Strategy 的股票，而说我为什么不直接去买比特币的 ETF 呢？那么这台机器就开始会失速了。所以真正把 Strategy 逼到今天这一步的是，当比特币的价格跌到了6万块钱的时候， Strategy 溢价没有了，融资变得更贵了，信用投资者开始要求更高的回报了。所以这个就逼着 Strategy 必须做出一个改变，逼着他从一个只会买币的故事变成一家会管理现金、会分红、信用和卖币节奏的金融公司。换一句话说，不是说 Saylor 突然就不相信比特币了，而是只靠相信 Saylor 的这个故事已经不能让这台机器继续高速的运转下去了。2024年的1月，比特币现货 ETF 获批， Saylor 在 Twitter 上写道：战争结束了，我们赢了。但我们回头再来看呢，这句话其实挺讽刺的，他真的赢了吗？在 ETF 出现之前呢，他的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座桥，
很多传统的资金不能够直接去买比特币，不想去碰交易所，那就直接去买 Threads 的股票就好了，合规方便，市场愿意为这座桥付一笔过路费。这笔过路费呢就是溢价，但 ETF 一出来，情况就变了。你现在想买比特币，手机点几下买 ETF 就可以了，更加直接，更加便宜，也更透明，也不用背什么 Threads 的债，不用操心它的优先股分红。于是呢，市场自然而然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的钱去买一台背着一身债的机器呢？所以 Threads 的溢价开始一点一点的被抹平了。以前的市场愿意为这座桥付一些过路费，现在呢，大家发现旁边新修了一条高速公路，那么这座桥它就没有以前那么稀缺了。牛市最高的时候 Threads 的溢价可以到3倍到4倍，但到了现在呢，2026年的7月，这个溢价 MNAV 已经跌破1了，也就是说它从溢价变成了折价。Saylor 花了很多年把比特币带进了主流的金融市场里边，他帮很多的传统资金过了河买了币，可等大家真的站到了河的对岸以后，回头一看，桥好像我不一定需要了。所以对 Strategy 来讲，这是一个真正的大问题。Strategy 过去厉害的一招是发股买币，这招成立，但它有一个前提，它的股票必须得比它背后的比特币贵。但现在呢，这个前提没有了，摆在他面前的只有2条路。第一条，停机，承认这个故事讲到头了，从此安安静静的抱着比特币，做一个大号的囤币公司。说白了就是变成一个带管理层、带债务、波动的比特币 ETF。第二条，换一种活法，既然靠股票溢价买币的这条路不好走了，那就去做别的金融产品。结果呢 ，Saylor 选择了第2条路。这2年 Saylor 融资的重心从卖股票转向了发优先股、发债。我们前几期讲过的 STRC 就是那个时候造出来的。而你把这套动作翻译成银行的语言，那就全都对上了。发优先股收钱，承诺按月付息，这个呢就是息储。拿收来的钱去买比特币，这是资产端。每个月付出去的分红，这是给储户的利息。所有的这些就是他在采访里说的那家比特币储备银行。当然呢，我们先把风险说在前面。优先股它不是存款，没有存款的保险，这一点呢我们在 STRC 的那期专门的讲过。但从商业的逻辑上去看，这就是一家银行的股价，只是这家银行它有一个全世界的银行都没有的毛病，它的资产不生息。普通银行放出去的贷款会还本会付息，资金哗哗的会流回来。Threads 的金库里边的比特币再值钱，它自己也不会下载，不会产生1分钱的现金流。负债端每一个月都要付利息，资产端1分钱现金都进不来。这样的银行靠什么活呢？只有2条路，要么不断的有新钱进来，要么卖一点金库里边金子。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只剩一个了，什么时候卖第一块金子？当所有人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2026年的5月底 SEC 网站上出现了一份文件，把答案摆上了台面。文件里边出现了一行非常敏感的数字 Strategy 卖了32枚的比特币，套现大概250万美元。理由是什么呢？支付优先股分红。如果你把 Strategy 看成是一家比特币的银行，这个动作其实非常正常。银行要付利息，手里的资产多，就卖一点资产换成现金。但问题是，市场以前不是这么看 Saylor 的，大家心里的 Saylor 是那个永远不会卖币的人，所以32枚比特币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打破了 Saylor 绝不卖币的故事。于是呢，网上炸了。Saylor 后来的回答也非常直接，不要卖比特币是给普通的个人投资者的建议，但 Strategy 不是普通散户， Strategy 是一家比特币的金融公司，公司要融资，要付分红，要维护信用，该卖的时候就得卖。这句话呢，其实就是一个转折点。大部分散户呢，还在用信仰的语言去看它，但 Saylor 呢，他已经开始在用资产负债表的语言来解释自己了。公司后来也说，这32枚比特币呢，更像一次内部的测试，测试卖出资产换成现金支付分红的整套的
流程能不能跑通，也测试一下市场的反应。结果非常明显，卖了32枚，全网炸锅，市场恐慌。后来呢，尽管他们又买回了1550枚，但市场反应反而没有那么兴奋了。这个说明市场已经在改变了。以前 Saylor 买币大家会兴奋，现在呢 Saylor 卖币大家会紧张，买入的利好开始钝化，卖出的利空仍然非常敏感。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再是 Saylor 到底会不会卖币，而是以后的 strategy 到底什么时候还会卖币，卖出的钱它能干什么。正在大家还在猜测的时候，6月29号一份最新的 strategy 的规则出来了。6月29号 strategy 正式向 SEC 递交了一份文件，给这套新的玩法起了一个名字， Digital Credit Capital Framework 数字信用资产框架。这个名字呢听起来挺唬人，但说白了其实就是 strategy 给自己定义的一套银行规则。为什么需要这套规则呢？因为市场已经开始不放心了。这几年其实 strategy 一直在争取一件事儿，让华尔街把比特币信用工具当成正经的金融产品，而不是一场赌博。去年呢，标普给了它第一个信用评级 B 减，不算高，但这是传统评级机构第一次正式给这类工具盖章。可就在这个框架发布不久之前呢， STRC 这只优先股价格一度跌到了70多美元，一只票面100美元，理论上应该尽量稳住100美元附近的证券，折价超过 20%。 对一家自称比特币银行的机构来讲，自己发行的存单打了8折，这个价格本身就是一个警钟。所以这份框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是在告诉市场，我们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我也知道信用市场需要什么，所以我现在把规则写出来给你看。这套框架拆开来看，其实就5件事儿，而这5件事儿呢，你如果用银行的眼光去看，每一条都非常熟悉。第一，账上留25亿5千万美元的现金，专款专用，只能拿去付优先股分红和债务利息，别的用途1分也不能动，这是给他自己定的准备金制度。第二， STRC 的年化分红从 11.5% 涨到了 12%， 7月1号正式生效。一家银行想把储户留住，想把存单的价格拉回票面，会干什么呢？加息。第三，公司可以拿10亿的美元回购自己发的优先股。第四，再拿10亿美元回购自己的普通股，这个是资本管理。第五，也是最关键的，正是给卖出比特币开了一个口子，专门用来补现金的储备，上限12亿5千万美元，这是流动性的管理。公司自己呢也算了一笔账，现金再加上这笔卖币的额度，一共能覆盖差不多26个月的分红和利息。我们在这里先暂停一下，把这件事的分量给它看清楚。别的公司出事了，发的是公告， Strategy 这次交给监管机构的更像是一部他给自己写的银行法。公司 CEO 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比 Saylor 很多的口号都更准确的定义了新的 strategy。 他说，公司正在从单向的发股募资转向主动的资本结构管理，什么时候融资划算就融资，什么时候自家的证券被低估了就回购。翻译一下就是 strategy 的角色正在从一个基金经理正式变成了一个银行行长，而且呢，他们正在发布自己的银行法。但这部银行法里边藏着一个特别别扭的组合，同一张纸上，一边呢授权自己卖出比特币，另外一边呢授权自己花20亿的美元回购自己的证券。我们可以想象，卖币他好像是在说我可能撑不下去了，回购他又好像是在说我被低估了，我信心非常大。一边是在示弱，一边呢是在示强，这2件事儿竟然写进同一份文件里边。制度呢，它可能说服得了监管机构，也可能说服得了公司自己，但它能说服市场吗？讲到这里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一集已经差不多了。Saylor 卖币， Strategy 留准备金，优先股分红，公司开始像一家比特币银行一样管理自己。但如果你把 Saylor 的那段采访听完，你会发现他脑子里的图纸比这个要大得多。
他真正想做的不是一家简单的团币公司，也不只是一个上市版的比特币 ETF， 他想做的是一整套的建立在比特币上面的金融系统。第一层呢是比特币本身，他把它叫做数字资本，也就是说金库里边的黄金。第二层呢就是我们讲了一整集的东西 STRC 优先股数字信用资本框架。这一层呢它叫做数字信用，也就是用比特币作为底层的资产，向市场里边发行信用的产品。说白了，这个就是今天的这家比特币银行。至于第三层，它也提过很多次，就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比特币背书的稳定币。我对这个呢有很大的期待。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稳定币都是以法币背书的，而 Saylor 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以比特币背书的稳定币。如果他真的能把这个做成了，那么我真的很佩服他。我们拭目以待。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给一个公道一点的总结。看好 Strategy 的人会说，这次框架本身不是什么坏事，恰恰相反，这是公司第一次把怎么应对压力写成了一套看得见的规则。现金储备、专款专用、分红和利息提前安排，卖币和回购不是必须做，而是多留一手的工具。所以从总量上去看， Strategy 依然是净买入方。这边说的有点道理，但看空的人也会说，不管你怎么包装，事实也变化了。那句绝不卖币的过去的神话已经被 Saylor 亲手给改写了，他打破了自己的信仰。以前大家都相信 Strategy 只买不卖，现在呢，大家看到的是 Strategy 可以去卖，而且卖币它不是意外，而是资本管理的一部分。这边呢说的也有道理，所以我不想简单的说 Strategy 要爆仓了，但我也不想说完全没事儿。更准确的说法是 Strategy 没有进入崩盘的模式，但它确实进入了一个非常新的阶段，而这个新的阶段呢，也对比特币的叙事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可能需要重点的关注两件事。第一呢是 Strategy 以后会不会持续的卖币，它从一个持续的买方变成一个持续的卖方。如果卖币只是偶尔发生一次，用来测试流程、补一点储备、做一点资本的管理，那问题不大。但如果它开始频繁的卖币，尤其是在低位卖币去付分红、补现金，那市场就会重新给它定价。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会问，这是在主动的管理还是在被迫的止血？第二呢，要盯它的每股的比特币的含量，也就是每一股 Strategy 背后到底对应多少的比特币。如果公司各种的操作以后，每股含币的量还能够上升，那就说明这台机器还在创造价值。但如果它卖了币又分了红还回购，融资一圈下来以后，每股的含币量不升反而下降了，那就说明老的股东其实是在慢慢的被稀释。这两个数字呢，比任何一句口号都重要，比永远不卖重要，比我们是长期主义者更加重要，也比 Saylor 在推特上发什么其他的截图重要。因为故事它可以改变，口号也可以解释，但数字不会骗人。好的，这个就是这期所有的内容。如果你觉得这种视角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订阅、加密星球，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